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在人间大结局炸裂，赵丽颖6重人格全解锁，心理迷局震撼收官。顺风车司机徐天体内住着6个自己，在心理医生帮助下与人格碎片对决。赵丽颖饰演的完美女友贾小朵最终选择自我消失，这场自己爱上自己的虐心戏码揭开了都市孤独者最痛的伤口。刚通宵干完在人间全集，这剧简直开了2倍速飙到大结局。说实话，设定是真带劲。顺风车司机徐天这小哥脑子里住了6个自己，天天在意识里演大戏。结局真不难猜，就是心理医生石一本拽着主人格徐天，把那些寄生人格一个个请出家门。核心剧情没整啥花活，但编剧在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感情线上是真下了猛料。尤其赵丽颖演的贾小朵最后那个自我消失得很进而，明摆着想说你好了就行，姐消失也无所谓，妥妥想骗观众眼泪。现在都不流行说人格分裂了，的叫人格解离才显得专业。银房演的徐天就是本尊，白天送外卖，晚上开车，日子单调的像循环播放的老磁带。其他5个人格全是徐天被生活毒打后裂开的碎片。那个叫王阳明的后来怕碰瓷大儒改成王阳明，一看就是徐天心里住着的暴脾气钢筋，被贾小朵一刀割断攀岩绳领了盒饭。整天写信的鱼蛋名字听着就丧气吧，活脱脱徐天的抑郁体。贾小朵拿张白纸假装回信就给忽悠瘸了。孙千演的柳条儿浑身写着生人勿近，摆明了是徐天对城市疏离感的投射，聊开了直接跳车投奔大海，追求自由去了。最生猛的是葛正演的铁林，聋哑外卖小哥人格，在意识世界里举着钢筋追砍贾小朵，最后掉进下水道被井盖封印。至于贾小朵，妥妥的 C 位人格，徐天幻想出来的完美女友，差点反杀成主人格。徐天和贾小朵的爱情戏绝对是编剧重头戏，两人在意识世界抱团取暖那劲儿，看着挺像回事。可当周一围演的石医生点破你俩根本就是同一个人的不同频道时，整个大堂瞬间变玻璃渣。自己和自己谈恋爱，自己亲自己嘴，怎么看都像精分现场独角戏。说真的，知道真相后再看他们深情对视吵架撒娇，脚趾能抠出3室1厅，尬得头皮发麻。全剧最要命的高光全压在贾小朵最后的选择上，她突然觉醒自己只是个副人格工具人，想让徐天回归正常人生活，唯一办法就是她自己消失。编剧还硬给这段塞满为爱牺牲的悲情戏码，问题是赵丽颖演这段时，那痛苦挣扎的劲儿总差了口气。你可以对比骑士里王宝强那种沉重的破碎感，或者樱桃在凡人歌里生活化的爆发力。赵丽颖这场告别戏，眼泪在流，眉头在皱，可就是扎不进观众心窝里。其他演员倒还算稳，银房把徐天的木讷憋屈演活了，周一围的医生拿着专业范儿不翻车。张一山演的暴躁人格戏份少但够劲，董子健的抑郁文艺青年也挺像样。葛正的铁林是真惊喜，聋哑设定全靠眼神和手机打字输出狠话，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杀气。整部剧就像个套着悬疑外壳的都市孤独图鉴。徐天住的破出租屋跟九龙城寨似的，窗外火车天天轰隆隆碾过，这不就是无数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副人格们都是他内心的镜子，铁林是遭遇冲突时的愤怒投射，柳条儿是社交恐惧的保护壳，贾小朵成了照进阴暗生活的唯一光束。可惜编剧非要让自己爱上自己当主线，真心刻不动啊。8集短剧确实是个新鲜尝试，能看出为了过审小心翼翼修剪的痕迹。希望以后能有更敢拍的心理剧，毕竟人心里那些弯弯绕绕，可比外星人都有意思多了。你们刷完在人间没？贾小朵消失那段有被叨到吗？赵丽颖的演技你们打几分？哪个副人格退场最让你印象深刻？赶紧评论欧唠起来！
在人间迎来了震撼的大结局。这部自开播以来就充满争议和热度的作品，终于在一片高能与混沌交织中，画上了一个似乎开放式的句号。而在这部被誉为心理悬疑加人格探索加社会寓言三重融合的实验剧集中，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苏知秋最终揭示出令人瞠目结舌的6重人格设定，也无疑将观众的关注点牢牢锁定在她的演技突破和角色塑造能力之上。从剧情结构上来看，在人间之所以能在结局阶段制造出情绪与认知的双重冲击，是因为它早已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悬疑或者女性群像，它更像是一场对人性暗影的戏剧化解剖。尤其通过赵丽颖饰演的苏知秋6种不同性格的交替显现，将一个内心极度撕裂又努力求生的女性形象推向了精神探索的极限边界。这6重人格，温顺的秋姐，冷静的之遥，愤怒的苏苏，孩子气的浅浅，压抑的知秋本体，再加上最后登场的黑影人格，每一个都是其内在心理防御机制在社会创伤下的分化写照。而让人感到尤为震撼的是，赵丽颖在这6重人格之间的切换并没有使用外显的演技花招，而是通过微表情、眼神变化和语调细节进行深度处理，让观众在情节推进中逐渐察觉到，原来他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这是非常高难度的表演手法，因为他不能太用力，否则容易显得刻意；但若太平，又很容易被误解为演不出层次。赵丽颖的表演选择是极其克制的，她用一种接近自然裂变的方式，把每种人格的特质缓慢展开，最终在结局时达成爆发，让观众恍然大悟，也因此感受到角色从裂解走向融合的全过程。回顾整部剧，从第1集的奇幻火车设定，到中期角色间复杂的人物关系网，再到后期心理治疗加人格追溯的交错推进，在人间注定不是一部轻松易懂的流量爽剧。它需要观众以姐妹的姿态去观看，以共感的方式去理解。徐冰编剧选择了一个在国产剧中极为少见的切口多重人格 DIT 作为叙述主轴，搭配近似梦境与现实交错的画面风格，以及多线索并行的非线性叙事节奏，确实让不少观众在前几集一度感到看不懂，甚至有观众直言弃剧。但坚持追下去的人会发现，它像是一场心理推演的长跑，在你拼命跟上的那一刻，才真正领会到他想表达的深意。赵丽颖的角色之所以让人感同身受，不仅仅是因为她演出了6种人格的区分，更因为她演出了在这些人格背后，那一个被困在人间角落的普通女性的绝望与挣扎。她并不完美，甚至从不伟光正，她软弱、自我怀疑、逃避现实，却依旧在最黑暗的深渊中寻找一丝属于自己的光。正因如此，这个人物的形象并不会因设定复杂而失真，反而更贴近真实生活中那些在沉默中崩溃，又在破碎中拼命自愈的女性。而尹昉饰演的林州也在结局阶段终于释放情感，她的低缓和赵丽颖的热烈形成了鲜明的情绪对比，一方是内敛沉潜的情绪守护者，一方是随时可能崩溃的情绪炸弹。当林州在结局中选择正视苏知秋的多重人格，并坚定表示无论你是谁，我都在这里的时候，这句台词不再只是对白，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承诺与共生。它不仅仅是爱情，更像是一种互为彼此疗愈的关系共鸣。从技术层面而言，在人间敢于在国产剧市场尝试意识流加心理裂变题材，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赵丽颖作为头部演员，愿意亲自挑战这样高风险、低回报相比传统大女主剧的复杂角色，更是她在演艺道路上破圈的证明。她并没有在幸福到万家之后选择继续走安全路线，而是一步步逼近人性暗影，直面心灵创伤。这种向内绝境的演绎选择是非常难得的。当然，也必须承认，在人间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它的节奏处理上依旧存在些许松散，中后期的信息密度过高，导致部分观众错失重点。
但即便如此，他依旧在今年的国产剧版图中打出了一记令人印象深刻的另类好球。尤其是赵丽颖的表现，不再是那种高光镜头拼接而成的花瓶女主，而是真正深入人物骨血，以克制的情感推进人物成长的典范。最后，想对所有追完《在人间》的观众说一句心里话，感谢你们坚持到最后，和赵丽颖一起走完了这段心理迷宫般的旅程。这部剧或许不容易被所有人理解，但每一个曾经在黑暗中独自挣扎，每一个渴望被理解却始终沉默的人，都会在苏之秋的身上找到一部分自己的影子。赵丽颖这次没有封神，但她选择了一条更值得敬佩的道路。她用演技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不是表面的高光，而是敢于直面破碎，勇敢选择修复的过程。愿每一个在人间挣扎过的你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王一博勇闯天涯，内娱还留得住他吗？粉丝疑问刺痛全网。王一博从内娱顶流变身荒野求生博主，广告刷屏与极限冒险的反差让人又爱又恨。他悬崖荡秋千，冰川泡冷水，笑着喊痛苦和快乐成正比，让流量彻底追不上自己。粉丝一边抢电动车，一边担心他安全。当代魔幻追星实录。王一博抖音又上新广告了，家人们。台铃电动车第3年续约，点开就看见他穿皮衣跨机车，帅是帅的，但咱就是说，一博的抖音主页还能更像个广告牌吗？笑死！往下画全是金主爸爸，滑10条有8条在带货。摩托姐姐们天天守着评论区哀嚎，仔啊发个自拍吧，求求了！孩子广告拍得脸都要僵了吧，裂开！关键最离谱的是，连歌手总决赛都逃不过。歌手刚飙完高音，哐当一博的电动车广告，现场观众当场愣住，弹幕直接刷爆广告位直拍。王一博内娱最强钉子户，别人唱歌要钱，他唱歌要电动车啊喂！说实话，这人已经神隐小半年了。上次动态还是6月点赞车队队友，粉丝爬着 IG 蛛丝马迹做阅读理解的架势，考古学家看了都的服气。结果狗仔根本拍不到人，原来哥在北美荒野求生呢，攀岩、跳伞、山地车、悬崖边荡秋千那种。官方预告片看得我手心冒汗，他居然笑得像个春游小学生，我一整年。更觉得是代言狂魔人不在江湖，江湖照样被他刷脸。这边悬崖上挂着小命拍纪录片，那边地铁站电动车海报铺满墙。当代魔幻现实主义，代言商怕是连夜烧香祖宗，你可千万别摔着。想起他去年采访，说最缺的就是自己的时间，出门遛弯都能变粉丝见面会。现在可好，直接钻进亚马逊丛林，手机信号都没的地方，终于没人追着要合影了吧？但网友开始另类发疯，宁肯看你荒野吃虫直播，也不想看广告里的假笑男孩，看他泡在冰川水里说享受孤独，悬崖上喊着痛苦过后才懂快乐。我突然有点懂了，内娱顶流跑去做贝尔格里尔斯，这操作本身就够勇，别的鲜肉在红毯挤破头，他在山崖被风吹成狗啃刘海；别的顶流炒作绯闻，他被黑熊吓到表情包出圈。这反差我真忍不住拍大腿。工作室去年还发过小作文，说他要找回被偷走的人生，当时还嘲又卖人设。现在看着纪录片花絮里，他举着 GoPro 追蜥蜴的背影，头发乱成鸡窝还咧嘴傻乐，突然就鼻酸了。内娱流水线上，居然真有人把自己活成野生的。不过粉丝最近有点精分，一边给电动车打榜，一边在工作室微博底下起义，再不放新鲜一博就劫持广告车了。知道他在跳伞，不知道的以为跳崖了。更有人开始轮，怕不是被资本绑架拍广告还债。直到他自己 IG 更新悬崖自拍，配文活着勿念。
摩托姐姐集体仰卧起坐，前一秒仔要注意安全啊，妈妈怕。后一秒电动车链接发我立刻马上。当代追星女孩的真实写照，担心是真担心，花钱是真花钱。最戳我的是他说的那句，痛苦和快乐是成正比的。想想内娱这些年，多少明星被流量反噬，他倒好，直接让流量追不上他。别人在名利场里熬秃头，他在山顶等日出，这波属于降维吧。不过广告也特密了，最新消息是连地铁闸机都在播他骑电动车，通勤社畜纷纷表示 PTSD。早八被王一博微笑注视，比咖啡还提神。下班看到他的广告灯箱，自动脑补该买电动车了。金主爸爸赢麻了属于是。纪录片预告里有个镜头，他站在落日峡谷间，话外音问要不要回内娱，他对着云海吼了声再说吧的。这位哥是真玩野了，但我居然有点期待他彻底放飞，毕竟能看着顶流明星变荒野求生博主，这瓜可比炒 CP 刺激多了。所以问题来了，等他探险回来拍戏，观众还能接受没有磨皮滤镜、胳膊带伤脸上挂彩的硬汉吗？评论区放开说，在近年来的演艺圈中，如果要选出一个用沉默是金、行动胜于言辞来形容的典范人物，那王一博绝对是其中之一。他并不常高调表态，却总在一次次重要的亮相中震撼四座。从国内舞台到国际荧屏，他以一种几近隐形的方式在拓宽边界。就在他接连参与国际项目、频繁亮相全球活动之际，有粉丝在网络上发出这样疑问：王一博还回内娱吗？短短一句话，却戳中了无数粉丝乃至整个娱乐圈的敏感神经。的确，自出道以来，王一博始终以稳健的脚步打破对流量艺人的固有印象。他不仅是一位歌手、舞者、演员，还是赛车手、品牌代言人，更是少数能够在多个领域实现跨界突破的年轻艺人。他的野心从不喧嚣，却真实地渗透在每一次作品、每一场赛事、每一次合作中。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国际品牌的发布会、电影节的红毯上、海外影展的名单里，而他却始终保持冷静、谦和，带着一种做事大于说话的态度默默前行。正因如此，当网友提出内娱还留得住他吗这一问题时，其实不只是对王一博未来动向的猜测，更是对整个内地娱乐生态的反思。如今的王一博已经不再是那个靠综艺打开知名度的少年，他是无名中令人惊艳的特工，是风起洛阳中冷静果敢的捕快，是维和防暴队中英勇无畏的维和警察。他在一个个角色中成长，也在角色背后拓展着自己的广阔天地。他的成长也折射出现今粉圈文化和行业生态的巨大差异。一方面，他不迎合、不卖惨、不自我营销，这样的安静在追求热度和流量的内娱生态中显得尤为珍贵。另一方面，他不断接受高强度拍摄，参与国际合作，投身公益，甚至开拓科技与公益结合的新方向，这些也让人看到一个偶像的深度价值。在他每一次消失于公众视野时，粉丝并不恐慌，因为他们知道王一博不是在休息，而是在蓄力。他可能是在剧组封闭拍摄，也可能是在国外参与某个尚未公布的项目，又或是在一次公益活动中默默行走。他的神隐往往是下一次惊艳的伏笔，这种规律已经成了粉丝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然而，粉丝也有不安。尤其是在看到王一博越来越多的将重心放在国际舞台后，那种他还会回到我们的视野吗的情绪难以避免。他们渴望他的作品，也渴望在国内舞台上继续看到他的坚持与光芒。但更深层次的是一种对当下内娱环境的担忧，是否能提供足够广阔、包容、多元的土壤，去支持像王一博这样有志向、有才华、有底气的艺人持续成长。如果内娱一味追逐短期流量，而忽视了对内容、
对演员塑造、对多元表达的重视，那些真正想通过作品说话的人，终将选择更有可能实现理想的远方。而王一博恰恰是这种理想主义与行动力并存的代表。他勇闯世界，不只是为了挑战未知，更是在为自己，也为粉丝，为行业探寻更多可能性。在王一博的旅程中，出圈不再是一个短暂的网络词汇，而是一种持续向外探索的姿态。他以行胜于言的姿态，构筑了自己的职业地图。他从不在乎是否上热搜，却一次次因作品登上榜首。他不解释自己未来的方向，却用一部部诚意十足的作品交出答案。他在无名中几句台词却成全片高光，他在风起洛阳中的武戏眼神令人过目难忘，他在公益活动中不言爱却满是温度。而这一切，恰恰是当下粉丝最动容、最敬佩之处。王一博的勇闯天涯，不是一种逃避，而是对更大舞台的执着。他在时间中积淀，在现实中蜕变，在热爱中奔跑。他把世界当作镜头，也将自我融入时代的叙述中。他不是去离开内娱，而是以更大的世界为舞台，让内娱也被世界看见。或许有一天，他真的会更多的活跃在国际荧幕，而我们在大荧幕、影展、纪录片，甚至社交平台的另一端，看他用另一种语言继续诠释自己。但他带着的是中国青年的身份，是内娱走出的演员的背景，是那股不屈不挠、热血燃烧的少年气质。所以，这不是一个还回不回内娱的问题，而是他将用怎样的方式，为我们、为行业、为世界继续书写更大的故事。王一博未曾离开，只是他的脚步走得更远。我们要学会与之并肩，也要为他鼓掌，为他守望。最后，想对每一个喜欢王一博的人说，你们的支持不该被时空所限。无论他身处哪里，说着什么语言，扮演着什么角色，只要他仍然在作品中闪耀，在镜头外努力，那份热爱就从未远离。做他的追光者，也做自己人生路上的勇敢者。王一博的路从不是短跑，他正在用一生热忱书写属于自己的长距离奔跑。我们一起看着他跑，陪着他跑。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